一颗冠军一样的心态，奥利维拉的战力风格解析。从贫民窟到冠军，一颗永不屈服的斗士之心，让奥利维拉走到了现在。虽然3场冠军战、3场终结的顶峰已成过往云烟，但属于奥利维拉的辉煌故事还在延续。全面的技术，积极的进攻，奥利维拉在自己职业生涯中创造了 UFC 最长的终结数、最多的降服和最多花红。那么这些记录其实都与 OV 的激进前压脱不开干系。不计代价的战力进攻，压缩对手的空间到笼边，是他的打法体系进化到现在最主要的手段。到了对手真的靠在笼边欲求反击时，他那娴熟的泰式内围便开始施展。孤颈肘击破坏对手的节奏，膝击破坏对手的呼吸，最近进化出了借助龙网的贴身摔，这些其实都在为他的柔术布置做出了铺垫。所以他的这种打法思路以及全面的技术，也成功造就了他现在的如此成就。不同于一些拳击手出身的选手，奥利维拉的泰式风格就注定了自己的头部防守做不太好，自己在组织拳腿组合进攻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出现中线外侧门户打开被对手反击。和 UFC 269与钻石普瓦利尔对决时，甚至出现了近身低扫这种混招，反正我是真没看懂，结果被钻石1-2迎击直接打倒。不过好在奥利维拉整场比赛的泰式风格成功压制住了钻石，孤颈的肘击和膝击破坏了钻石的节奏，全身的压迫近身短打让钻哥的环绕后撤大摆反击很难做出来。之前都是摆拳反击之后跟着上步摆拳追击，如果对手后撤那就追到笼边暴气星针拳，但这次碰见奥利维拉这种如此凶狠的进攻以及柔术威胁的对手，属实是只能招架。当然如果不是做出那个震惊世界的愚蠢滚翻，还有点机会。扯远了，我们有机会再聊钻石。那么如果说 OV 的内围打法很克制钻石的话，那么他的中远距离的拳法就只能稍显逊色了。在和钻石对波的时候，明显没有钻石打得准，而且在防守端和达斯汀·普瓦利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看钻哥的比赛防守端，可以说非常具有 ATT 的特色，应对直拳时时不时的后闪以及拍击都能很好的削弱伤害，报价也拿得相对较紧。但是奥利维拉的防守端就没这么好了，前面几场比赛基本不咋护头，进攻挨到反击之后能硬吃接下就想办法变本加厉的还回去，如果承受不住就干脆躺地上回血。现在优化了团队，听劝了，手也抬高了，注重护头了，但还是容易被频繁的破夹。他在站立对攻的时候，头部很容易就被打出非常严重的位移，看着属实是相当惊险。再说到移动步伐，作为在综合格斗赛场上的战士，奥利维拉明显不像传统的泰拳手一样做3弓步那样的发力感，他的移动更像是拳击手和泰拳的结合，这点是非常好的。如果真像传统泰拳一样，你来攻我就格挡或者接腿跟你拼内围拼技术，强行把你留在跟我换腿换拳的位置上，你放在4角擂台上可以，因为我可以堵截你的4个角，但是在8角圆笼里移动好打快进快出的选手真能把你溜到死。看奥利维拉的追击步伐或者后撤，其实我感觉还算灵活，后直击倒钱德勒后的追击步伐真的是赏心悦目，只不过他的疯狂前压而且缺少侧向的移动和换架，显然就把自己的路数给稀释掉了，让人感觉不到你的后撤和追击。当然这种偏泰式的风格，我个人认为仍然是不敌空手道风格选手的。如果你觉得国王被康纳的后撤迎击 K 掉运气成分过大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马达、卢奎被神奇打爆了，鳄鱼被惠特克打爆了。当然在面对战力爆发流选手，往往可以看到奥利维拉使用前簇正蹬的腿法去消耗，然后找机会去防反打孤颈膝肘，很快就把对手的体力打没了，这时候自己就可以把对手摔进地面进行巨蛇缠杀。随着年龄的上来，奥利维拉依旧进行着压迫推进收割，自己的出拳动作开始变得稍显迟缓，就会在内围被一些擅长近身短打的选手克制，例如盖奇、托普利亚。短短1回合之内，盖奇就在内围用重拳击倒了奥利维拉2次，但可惜地面为0，对 OV 在地面的回血毫无办法。而面对托普利亚，拉哥和这个小钢炮再次遇见了推不动的情况，胳膊稍短，拳击基本功扎实，报价紧实的托普利亚在内围的重拳更加具有隐蔽性，最终一个抓住奥利维拉出拳头部空档的机会终结了比赛。当人们都以为拉哥的职业生涯要走向下坡的时候，今天的奥利维拉再次用极致的下位技术和战力压迫拿下了比赛， UFC 历史最多的终结和最多花红，每次进入笼子里仍然保持着冠军之心，我想他的传奇仍然在延续。奥利维拉退役之后进入名人堂肯定是板上钉钉了，那就让我们在职业生涯的后期继续见证他的格斗征途吧。